传统武术太极拳实战规则到底能不能打赢日本空手道？这场比赛，太极拳的代表是太极实战第一人王占军的得意弟子韩飞龙。他只靠太极八卦连环腿，就曾创下过连续30次 KO 对手的恐怖战绩。刚柔并济的太极拳法，总能打得对手苦不堪言。4两拨千斤的擒拿手更是让人防不胜防，经常以小博大。韩飞龙在15岁时便斩获了全国太极拳大赛的冠军，其打法灵动飘逸，虚实结合，观赏性极高的同时有杀伤力十足。而日本空手道的代表朝仓丰树，身高1.73米，体重75公斤，他曾连续3年拿下全日本空手道大赛的冠军。而这一场比赛，他将代表日本空手道向中国太极拳发起挑战。现在进行的是男子70公斤级超级战，红方选手韩飞龙对阵日本蓝方选手朝仓丰树。对，韩飞龙呢是我国著名的太极名家王占军的亲传弟子，一直呢把这个太极的一些技战法、传统武术太极的技战法揉到现代自由搏击的这个战术里面。双方上来之后呢，我们看这个朝仓丰树啊，我们发现朝仓丰树还是在做一些哇，转身的火灯，下劈连续的组合拳，哇，好漂亮！把朝仓丰树逼到了这个手脚。这个小日本可谓是相当的嚣张了。打比赛的过程当中，竟然还有心思来挑衅韩飞龙。但是在我看来，观众朋友们啊，这不仅是在挑衅韩飞龙，更是在蔑视我们中国武术太极拳。现在第一回合时间已经过半，韩飞龙的表现呢是相当老成，相当的沉稳。而日本选手很明显，刚刚是步子迈得太大啊，扯到裆了。日本选手的腿啊，胳膊腿都很短，所以说呢，这个步子稍微大一点啊，就容易扯到裆。看朝仓丰树，正蹬。今天这个朝仓丰树，我看他手拿的呀很低，然后正蹬刚好赶上这个韩飞龙往前冲的这么一个态势，加上你单个支撑腿不稳，然后于是起正蹬的时候被韩飞龙给冲倒了。而且今天韩飞龙呢，也是充当着我们蜀汉五虎大将当中的赵云的角色。所谓子龙单骑退追兵，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拨开正蹬，反击后手之拳，近身之后一个贴身的一个抱摔。观众朋友们，我注意看日本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始终把他贱兮兮的笑容啊挂在脸上。我是想说，现在你笑得有多开心呢，一会儿就让你哭得有多惨。下劈，下劈。请问董老师，下劈这个动作是来源于哪一种？跆拳道应该是跆拳道里的下劈，因为在自由搏击这个比赛当中，下劈腿的这个力道比较大，势大力沉，而且哇，最后一秒，韩飞龙一个压哨的太极八卦连环腿，这是韩飞龙的招牌绝技之一啊！他用这一招呢，曾经连续30次 KO 对手，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巅峰造极。就类似于这个我们中国坦克邱建良的神龙摆尾一样。你看，哇，太漂亮了，动作舒展，而且灵动飘逸。看完这场比赛，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对太极拳有质疑的想法，我觉得可以打消了啊！太极拳真正的实战能力绝对是有的。好，接下来看一下第2回合双方的较量，大家不要认错。穿着灵动飘逸的白色长裤，他是太极弟子韩飞龙，而蓝方选手啊，他是日本空手道的冠军朝仓丰树。出动作的这个路线以及速度、力量来看，而且还有包括观赏性。对，这个韩飞龙的动作非常漂亮。对。这是朝仓丰树做正蹬没有起来，没有完全发出力量。这个时候韩飞龙一个后手的迎击，直接击中，但是同时手抄到了他的起来这条腿，然后做了一个摔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个摔法是不得分的，不计入这个裁判评分的一个因素。今天啊，韩飞龙的擒拿手，观众朋友们用的相当不错，也是很完美的克制了日本的空手道。无论对方怎么出招，无论对方怎么打，都可以轻松的被韩飞龙啊放倒在地。当然，这其中当中也包含了很多太极拳的精髓，比如说一柔克刚，4两拨千斤。又是一个接腿摔。好，韩飞龙后扫，这
这个刚才是招仓丰树的后手直拳，韩飞龙想抓住一个机会，趁他打拳发力之前呢，自己的整个重心压在前腿上。韩飞龙刚才的目的是想少提他这个支撑腿，让他这个失去平衡，但是没有成功。就是韩飞龙的正蹬落空，然后招仓丰树接住之后，一时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有点迟疑了。看招仓丰树已经连续多次利用这种近身跳起来的袭击近身，然后今天韩飞龙真是怎么摔怎么有，只要想摔啊，这个小日本就会立马被放倒在地。不知道看到目前为止，您觉得韩飞龙的太极拳和对手的空手道到底谁更强呢？反正我目前看来，韩飞龙的太极拳劈挂腿。韩飞龙的这个太极拳啊，的确是招式更多啊，更加的多样化。而这个小日本子呢，他这个有点四不像了啊，不伦不类，漂亮，又一个擒拿手。方式的一个后腿的扫踢之后，被韩飞龙接住之后来一个接腿摔。既然接腿摔不得分，为什么韩飞龙要耗费时间做一下这样？这是他破坏对手进攻节奏的一种方式。出腿让你倒地，出腿让你倒地，虽然不计分，但是你倒地之后，整个身体就要调整自己的你的节奏就会被打破。是的，还是很聪明的一个打法。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个到底谁强谁弱，心里边已经有答案了。其实韩飞龙让我们最感到意外的一点呢，就是他一个练习太极拳的啊，就浑身啊都是肌肉块。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打破了以往我们对太极拳的一个认知。我们以往觉得太极拳都是一些个老头老太太啊，身子骨很弱，但是韩飞龙打破了这一个固有的概念，这是真正的刚柔并济呀。好，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千万不要认错，白色长裤韩飞龙，蓝方选手日本的空手道冠军招仓丰树，又是擒拿手。招仓丰树的一个直接跳起来的一个膝盖的攻击，但是被韩飞龙摔倒了。转身后蹬技能当过。这个是很痛很痛的。转身的后摆腿是应该从他出腿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直奔这个招仓丰树的大腿的。对对对。后脚跟直接抛到这个大腿的话，应该对手的伤害应该很大。看要回放。没有。这个对，没有大入这个镜头里。好，切进去。好，表示比赛可以继续，比赛继续进行。双方呢之前的比赛呢动作都非常大，所以就导致双方很容易抱在一起。连续拳法组合进攻。我觉得韩飞龙的这个拳啊也相当不错啊，打法非常的迅猛，和我们以往所看到的这个太极拳啊，这个比划来比划去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观众朋友们要区分的开啊，像公园里老大爷打的那个太极拳啊，那并不是实战所能用的。表演性质更多啊，起到一个健身强身健体的作用，而真正的太极拳法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韩飞龙所打出来的。好，转身边拳，再跟上顶膝，打法相当的连贯。转身后摆，但是幅度过于大了。双方拳法互攻互换。这两个选手打起来场面很多戏剧化的场面，观众也此起彼伏的响起一阵阵掌声。表现呢非常的放松。这个组合拳KG。哇，最后一个回合，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中日对决。韩飞龙在这3个回合当中呢，我觉得第3个回合打的是最好的，而且他可能已经是动了点杀心啊，想要 KO 掉对手。最后的20秒钟，双方的结果马上就要分晓。最后10秒。再次亮了一个绝招，但是没有成功。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对战日本空手道的大赛终于结束。双方的比赛虽然说没有产生 KO 啊，但是比赛的过程当中看的真的是赏心悦目，非常的精彩。
好，最终结果没有悬念，让我们恭喜韩飞龙在这一次中日大赛当中获得了胜利，非常精彩。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是吧？非常过瘾。我听到这尖叫声，我非常兴奋。本来手上的管不了那么多了，揍他！中国小伙林疯狂征服美国拉斯维加斯，客场作战3拳2腿打废 WBC 美国洲际拳王，让老外彻底傻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小伙林疯狂杀入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对战美国 WBC 66战全胜的拳王阿杰福西卡的精彩对局。没错，他是美国 WBC 的洲际拳王啊，实力非常强劲，66战不败。当然，他66战当中啊，有业余比赛和职业拳击比赛啊，并不是都是职业的。但是66战不败的话，已经非常恐怖了。而这一场比赛，我们中国小伙正是有着林疯狂之称的林帅。之所以叫林疯狂，因为林帅有的时候他真的很疯狂啊，可以说是我目前为止见到我们中国拳坛最张扬、最有个性的一个选手了。原本这场比赛是美国官方邀请我们中国选手啊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也就是赌城啊来参加比赛。原本他以为我们中国的搏击水平、我们中国的这个拳击水平啊非常落后，想要羞辱我们一下。但结果今天我只能说啊，他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林帅，南方选手是身材比较矮的，穿着红色短裤的阿杰佛西卡。我们看到阿杰佛西卡在第一局比赛一开局啊就上去猛冲猛打，刚才一个摆拳差点是已经击中到这个林帅，但是林帅抗压力很强，尽管3个月之后复出之战，但是他要在拉斯维加斯希尔顿大酒店续写他的辉煌。我们已经向观众朋友介绍了这个蓝脚选手，美国的阿杰夫西卡，他不仅能打这种自由搏击比赛，他还能打 MMA 的比赛。他的技法最好还是他的地面技。林帅之所以被称为林疯狂，因为他真的非常的疯狂啊！本场比赛他是带伤上阵，而且是右手手部骨折的情况下打的本场比赛，可见林帅对战斗的渴望啊是多么的强烈。主要是他想向这帮老美证明一下啊，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啊，不是好惹的。哦，今天林帅你看吧，由于身高臂长，他身高比对方要高出有14公分，他从上往下。那么，这些佛西卡只有通过摆拳往上扑，因为在3个月前啊，林帅的左手的指部是骨折了，大拇指那个地方，他要证明自己。漂亮，用车拽腿。虽然说林帅呢，他是一个很疯狂的拳手，但是他的战术执行啊和战斗时的头脑还是很冷静的。手部骨折那就不打拳了，我们就腿法为主，拳法为辅，把我们中国散打里的没错这个侧踹腿全部给他发挥出来。而且本身我们就有着身高上的优势，再加上大长腿，你看全场溜的这个美国的 WBC 的洲际拳王是根本摸不到我，让对方看得见摸不着啊，急的是浑身都难受啊。这比赛这个场的控制还是非常好。所以在赛前啊，我们要研究对手，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身材矮小的杰基佛西卡呢，他想扑，但是毕竟林帅身材比他高，就是你用这种支拳打着林帅是不容易的。Final 10 seconds of this opening round. 看到今天林帅赛前还说，一直告诫他，尽量在比赛当中少用这种左手的前哇，刚刚这一下多亏是铃声敲响，如果再晚上2、3秒，我感觉这个 WBC 的拳王恐怕就要躺尸擂台了。林疯狂果然是够疯狂啊！不仅是个性张扬，其打法风格呀也的确是够狠够猛。我们中国人就喜欢看这样的选手。好，接下来看一下林疯狂对战这位 WBC 阿杰福西卡的第2场比赛啊，第2回合。男子重量级这场比赛是进行的是67公斤级的比赛，光是穿着白色短裤的
林帅。 styles upon him. Like this fighter here, who's got a good side kick. 蓝 See 方 him 是 kick, pull right out of 身材 range. 比较矮的 Laterally spun off the ropes and 阿杰 fought 佛奇卡， hard to 这是双 track 方的 him 第二场比 down. 赛。这场比赛采用的是武林风的竞赛规则，要 Not for lack of 3 effort. 局每 Good 局 like 是 this 3分钟。 Fonseca there. 林赛在第二局打得更加的游刃有余啊，利用这种移动空扰距离。 Terrific first round. 但是他要捕捉战机，还要靠他的后手的重拳。不知道为何第二回合的林疯狂好像没有那么疯狂了啊，稍微是有些内敛。满场他是采取了游走战术啊，来不断的拉扯这位 WBC 的世界拳王，而对方越是着急，他的漏洞啊就越多。哦，没错，高pin腿，哇，仅仅是擦了个边儿，擦着头皮，贴着头皮而过。我们再看一遍精彩回放，哇，这下就是擦过去，光是擦过去这一脚就让对方的瞬间趴地不起。好，还能打，还能坚持。看一下这一下还没有重伤对手，没重错。That right leg 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really, that hurt him. And they were taking a series of punches. Again, they weren't crisp shots, and that might have really ended this fight. And we see Fonseca above us, and his legs aren't right yet. 机会来了，机会来了！ Fonseca trying to fight 这 off 时 the 候 rope. 林帅打的有点慌了，有点慌了，再稳一些，再稳一些。 Fonseca here with a punch, but the referee's going to 看 count. 到这个奖为第2次给这个阿杰佛西卡读秒。如果在1局比赛当中3次强夺的话，那么这场比赛就要结束。 Fonseca says yes. 林帅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要改写历史吗？他要 TKO 对手吗？ But he's really taking a lot of punishment this round.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我们看到掌裁判蒋为了保护这个阿杰佛西卡，林疯狂，观众朋友们，果然是名不虚传。在篮球界有个林疯狂，叫林书豪，在我们中国拳坛又有一位这个林疯狂。要知道，本场比赛可是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我们客场作战，太精彩了，主要是打的也是非常解气。好，再次恭喜这位林疯狂，也希望他能够一直在拳击擂台上疯狂下去啊！再次恭喜。帅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给我瞄准了打，跟过来，来了，来了，接打，你见过点穴用脚点的吗？霍元甲第8代传人自创点穴腿法神功，让这帮老外是既看不懂又防不住，每一招都直插对手的肋骨，谁要是被这招踢到，立马生不如死，瘫软倒地。这位霍元甲的后代名叫霍小龙，他与霍元甲同姓，与李小龙同名，和张伟丽是老乡啊，出生于河北邯郸。虽然说小伙很年轻，但自幼习武，他立志要把霍家拳法再次发扬光大。好，让我们闲话少说，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霍元甲霍大侠的传人啊，他的本领和实力到底如何？好，这场比赛的话是霍小龙来到国际赛场的第一场对局啊，他来到的是万冠军赛，我们亚洲最大的格斗赛事，对手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谢里克，10场战绩6战5胜，也很年轻，在他们当地啊也是一个拳坛新秀。我们仔细看，金色短裤是霍小龙，而红色裤衩谢里克。这两人的量级呢，相对来说比较小啊，我们看得出来都比较瘦啊。在当年，我们看过这个霍元甲的电影啊，他立志要成为天经地义啊，荆门第一人。而霍小龙的他的胆量就大了啊，他要打遍世界第一啊，成为世界第一人。将霍家拳法发扬光大，将中国武术啊带到全世界。哎，有效果！哇，我们看这个谢里克直接跪到了地上。没错，这就是霍小龙啊自创的腿法点穴神功，直插肋骨啊！只要不投降，只要不认输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连站都站不起来，腰都直不起来，还怎么打呀？好，哇，这一脚估计肋骨已经断掉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霍小龙的第二个对手。我们看一个明晃晃的大秃瓢啊，他叫尼古拉·马米尼，来自意大利啊，是一个泰式风格的选手，泰拳大师，尤其是他的腿法非常犀利。练泰拳的选手，他们的腿啊都很硬啊，中扫低扫都是非常的凶残。但上场比赛霍小龙这个独特的打法，我们也看到了啊，腿法点穴。我相信这场比赛绝对好看了啊！泰式腿法对战霍小龙自创的点穴腿法。我们看霍小龙几次摇闪躲开对方的这个扫踢啊，确实对距离的把控还是非常不错的。两个人身高臂展都差不多，年龄上的对手大他3岁。接腿，但是我还是想说，面相上他不止大3岁，哈哈，这个胡子还是有加成啊。漂亮，一个低扫。两个人都是属于这个移动步伐比较快的选手啊。没错。这场比赛由于霍小龙呢是主场作战，所以说我们看他们打得非常自信啊，游刃有余。在河北邯郸举办啊，张伟丽也在台下啊，只能说河北邯郸这真是一个武者的好地方啊，遍布了各种啊强大的高手。那张伟丽咱不用多说了，现在已经是世界冠军，可以说看拳击的和不看拳击的都知道张伟丽。哦，飞膝，刚刚这下很凶啊！亲友团，霍小龙也是想在自己的亲友面前拿下一场痛快利索的胜利。那真是啊，那毕竟是在自己家门口，并且其实还得有一个前情，就是之前在这个情况闹之前，这个荣耀勇士出征了埃及那场比赛，霍小龙没有正经打，对，没打，就是憋了一肚子火，你知道？来看看这剩下这个是不是都能输出在这个马米尼的身上啊？但是反过来我们再说说马米尼啊，马米尼其实现在你看，虽然他这个身上这个肌肉啊被这个服装挡住了，但其实马米尼他是一个这个肌肉维度非常好、非常硬的这个选手。没错，逮住一顿输出。刚才前手的摆拳非常不错，后手又一个摆拳，漂亮，转身边拳，距离把控非常好啊，霍小龙。这是一个推倒，应该不会读秒。虽然说双方只差了3岁啊，对方也不大，但是我们感觉这个霍小龙呢就像是脱缰的野马，而尼古拉马米尼就像是3四天没吃草的老马。哎，什么情况？哇，又是点穴推法，对方的脑袋青筋暴起。我们看对方的脑袋，大家注意看对方的脑袋上，哦呦，这个真是全是血管啊，青筋暴起。好，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没有意外，比赛结束。哇，直插肋骨，真是快稳准狠。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霍小龙的第3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眨眼啊！白色短裤的是霍小龙，注意看，千万别眨眼。你看我这王强就一个转身后摆，促踢，又是一个促踢吗？好，又一个对手折在了霍小龙的点穴腿法之下。而且这场比赛有点太快了啊！这个开局还不到20秒就结束了。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霍小龙今天的第4个对手，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乌斯曼。这个老外他很是大胆，这一次来我们中国呀，就是表明了啊，就是要挑战我们中国武术。原本他的目标啊是挑战武僧一龙，但观众朋友们，我们都清楚啊，有事的时候啊，这个一龙呢不是生病就是头疼屁股疼。没事的时候啊，他叫的比谁都欢啊。结果呢，一龙没敢接，所以说他便把目光啊放到了霍元甲的传人霍小龙的身上。毕竟是霍大侠霍元甲的传人，所以说击败霍小龙啊，这个可信度啊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选手，所以呢，体重来说都是比较轻的，非常轻巧，应该都比较灵活。往我这边走走。霍小龙在征战这个崛起的战绩啊，现在是8战8胜，5次 KO 对手，实力非常的强劲。那乌兹别克斯坦的乌斯曼呢，今天是首次来到崛起的擂台上啊，也不着急，后闪反击。乌斯曼一出前腿的时候，霍小龙非常快的反应过来就防守反击。对，哇，直拳！前面的几场比赛我们只看到了霍小龙的腿法，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啊，没有想到霍小龙的拳法也不弱。只不过他的腿法太过于突出啊，太过于出色，让我们忽略了他的拳法。好，接腿。当然霍小龙是有一些散打功底在身上的啊，这个接腿涮摔呢，是他比较擅长的。
看看小龙是否能在第一回合去 KO 乌斯曼。哇，很重的一个中扫腿啊，憋足了劲儿啊！这个时候漂亮高扫，打到，再次落地。哇，观众朋友们，这真是3拳2腿，让我们恭喜霍小龙又一次拿下了对手。这需要打准呐！我们中国拳坛又惊现一位实力不输邱建良的实力悍将，只靠拳法，仅在一个晚上连续 KO 3位国际悍将，看得武僧一龙目瞪口呆。好，我们注意看这个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正在出场的小伙子，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江西的搏击天才吴雪松。身高1.79米，体重72.5公斤，而且吴雪松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外号，叫对外克星，因为他专打老外，从来不打自己人，而且很少有老外能在他攻无不克的拳法之下挺过3个回合，基本上不是跪地求饶，就是猝死擂台。就连武僧一龙啊，都想将吴雪松收入门下，但很可惜，观众朋友们，吴雪松呢很聪明，而且很明智，因为他不喜欢与虫为伍，便拒绝了一龙。而今天吴雪松的对手，观众朋友们可谓是来者不善了，他便是眼前来自于墨西哥的全能王者泰范霍斯坎。这个家伙之所以被称为全能王者，因为他练习过泰拳，也练习过自由搏击，而且还练习过综合格斗以及散打，包括跆拳道。而且他的比赛风格正如他的绰号一般非常的全能，技术全面，毫无短板。而且我们看他一脸得意的笑容，比赛还没开始，仿佛这场比赛已经胜券在握。而且在泰范霍斯坎来中国之前很多媒体记者就开始争相报道，说他来中国打比赛，那就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咱们中国人很简单，但今天他到底是砍瓜切菜还是踢到钢板，我们看了才知道。刚改没多长时间，做完了这个3回合的拼斗，马上调整身体。马上调整精神，马上进行下一轮的比赛。是的，确实很辛苦。蓝方泰范霍斯坎，红方吴雪松。从之前双方上一轮的比赛中，我们看到泰范霍斯坎他的风格比较趋向于这种防守反击。他打得比较灵活，而且报价比较稳，是的，防守非常严密。那么就看本次的吴雪松能否挺入16强了。雪松就是说你既然你这么高，那好，那你想把他的防守打开，是的吧？利用你的得意技，给对方造成伤害，就是击不倒对方，给他打重拳，他对方有一种畏惧感，也是一种胜利。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吴雪松是靠击术打败了亚历山大希尔。到，过低，是了。这场比赛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双方真的是出奇的稳啊！要知道他们两个都是高手，正所谓高手过招，见招拆招。那目前来看，的确是平分秋色，出手次数也不是很多。但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个泰范霍斯坎他的双手报价拿得很高，防守意识很强。打完一拳之后双手赶紧是护住脑袋。而我们反观吴雪松，他的报价相对来讲比较松散，但是可以获得更好的进攻视野。霍斯坎的反击拳，霍斯坎的连续的正蹬腿，一扫踢。吴雪松现在也是不敢轻举妄动，非常谨慎。霍斯坎的连续的重拳重腿，这就非常危险了。霍斯坎你觉得防守反击非常快？是的，他这场的一开场的比上场打的还要厉害，还要好。上一场比赛他刚开赛第一场回合呢还略有保守，但现在没有了。这是刚过去多长时间？我们看这个泰范霍斯坎，他是步步紧逼，可以说呢咄咄逼人也不过如此了。但他打得这么凶观众朋友们，对吴雪松来讲，我觉得是好事儿，因为吴雪松最不怕的就是有人找他拼拳。当时武僧一龙看上吴雪松的一个点，就是看吴雪松拳法的确是太漂亮非常的猛，所以说才想将这个吴雪松收入门下当他的前摆。我们刚说到拳法够猛，好，裁判一次读秒，现场裁判的话是毛景宇，这是一个老裁判了，他执行过的比赛已经多达上万场。好，比赛继续。
好，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铃声啊，算是救了泰凡霍斯坎一条小命。哦，还好铃声敲响了，如果再给一点时间，恐怕这个小子啊已经被吴雪松给 KO 了。我们常说你把兔子逼急了，观众朋友们还咬人呢，更别说你将吴雪松这样一个恐怖的重炮手逼上绝路啊，肯定很危险了。好，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继续。开始霍斯坎是加强了进攻，吴雪松。魏松的本身力量是比他要大，比他要力量拳的力量要比较大。值得看泰凡霍斯坎开始使用反击拳，不能小看泰凡霍斯坎这种冷拳冷腿。对呀，他是不按套路出牌的，这是你看看。刚才是吴雪松也遭受到重击，双方啊都在拼这种架。好了，结束了 ，KO， 这是完全直接 KO， 直接 KO。哇！比赛结束，让我们看一下精彩回放。哇！这一拳下去，这个泰凡霍斯坎整个人是趴到了地上。哇！这拳太重了，而且是一个左手的前摆拳啊！观众朋友们，太猛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吴雪松的下一个对手，他是曾经的 WBC 世界拳王何塞鲁拉斯啊，同样来自于墨西哥。与上一个泰凡霍斯坎相比啊，这个何塞鲁拉斯啊，在进攻角度上更为刁钻啊，打得更为凶狠。好，比赛开始了，我们看白色拳道是吴雪松，而黑色拳道啊何塞鲁拉斯。是有过这个 MMA 的这个打法，但是我们看他站架并不像 MMA 选手那样拉得那么开。对，但是脚底步伐还是比较灵活。雪松要拉进去啊！对，这个何塞这个前后这个左右直拳的这个距离啊，非常的长，攻击距离，而且他从来不会打这种中近距离的拳法发力，都是放得很长。打完的雪松追的时候啊，这何塞的步伐转得比较活。对，他应该是研究过雪松。这场比赛的难度系数啊，相较于上一场来讲，真是高了不少。对手无论是在臂展上，还是在步伐的灵活度上啊，比上一个选手要高上太多了。对，又是一次，你看又是一次这种，而他是从上往下去压过吴雪松的前手，防守的前手。对，漂亮，继续。哇，刚刚又是一个前手后指，前虚几次啊！哇，前手，我维修救了啊！这，你的胳膊长，你的步伐灵活，又能怎么样呢？吃到吴雪松的拳啊，你该倒还是得倒。甭管你在国际上有多大的名气啊，来我们中国，你是龙你给我盘着啊，你是虎给我握着好。吴雪松乘胜追击，哦，哪里跑？还敢用转身边拳？我让你转。应该是结束了。我们看何塞鲁拉斯呢，连站都站不稳了。比赛结束，让我们恭喜吴雪松啊！两场比赛都很精彩，打的都是顶级高手。好，再次恭喜，同时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